2021年中美高层会有接触吗？王毅为何冷笑说美国没有诚意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美中两国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，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中美关系的走向也决定了国际社会的走向。而伴随着中国的强大，中国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，美国开始慌了，中美关系也渐渐步入谷底。近日，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召开，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开幕式。在开幕式结束后，记者向王毅部长提问中美高层今年是否有接触时，王毅部长冷笑一声，表示中国当然希望恢复对话，但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。王毅还表示，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。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关系好像就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花。特朗普作为一个投机商人，无疑是非常成功的，但很不幸的是，特朗普把这种短视的投机的方法用在了做美国总统上。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国内的矛盾也越来越复杂，比如因为贫富差距加大导致阶层矛盾的扩大，比如因为移民问题的矛盾以及传统的种族矛盾。特朗普很聪明地利用了这几种矛盾成功上任，也是在他任期内中美关系陷入僵局，美国要和中国开始贸易战。尽管拜登和特朗普是完全相反的两类人，拜登是正统的建制派，但拜登新政府在对付中国上和特朗普保持了一致，短期来看，中美关系难有好转的可能。拜登新政府除了在经济上针对中国，军事上也是各种挑衅。拜登自今年1月份上台来，可以说每月都要派军舰到我国台海区域、南海区域来晃一圈，屡屡拿台湾问题说事儿，还出现了美国军机和政府官员窜访台湾的事儿。除此之外，时不时还要联合周边邻国搞几场军演。美国对中国的骚扰可谓是愈演愈烈，近来美国更是把重返亚太作为其战略的重点。为此，对一直十分重视的中东都肯稍微放手，撤离阿富汗就是为了腾出手对付中国。而且美国还把霸权的爪子再次伸向了印度，要印度和美国形成一个所谓的印太联盟，共同对付中国。在美国从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打压中国的同时，中国不止没有屈服，反而给世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。在新冠疫情上反应迅速，成为了最先恢复生产的国家，并且还有余力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。军事上，中国并不示弱，美国和盟友在中国周边海域搞军演，中国就搞实弹演习，擅闯我国西沙领海，我方就果断驱逐。外交上拉拢可拉拢的，广结善缘。中美之间如果要恢复对话，最关键的还是美国有没有诚意。如果美国还是抱着要中国牺牲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目的来谈，那中国只能呵呵一笑，冷笑送走。为何说日本也学美国拉拢盟友？日媒披露的菅义伟重要举措是什么？南太岛国开会和中国有什么关系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日本作为中国相邻的岛国，和中国间的恩恩怨怨不用多说，是彻底刻在了中国人的骨子里了。但是作为现代文明国家，中国愿意忍下一口恶气与日本建交，但是近来日本却一再挑衅中国，小动作不断。如今更是被日本媒体揭露一则重大消息：日本打算学美国拉拢盟友，围绕南太对华暗战。日本这是想干嘛？据观察者网援引日本媒体消息，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联合了包括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在内的南太平洋16个岛国以及2个地区进行了在线首脑会议，并且意图推举一项重要举措。说实话，现在国际社会上小圈子多得很，多日本这个不多，少日本这个也不少，甚至原本就是为了拿捏住太平洋的资源，谋求联合国入常。但是在时间的推进中，日本也渐渐添加了遏制中国的想法。如今第9届的南太岛国会议在河谷时间点上确实颇有争议，虽然菅义伟等人接连否认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及中国，但是在日本媒体中，从日经亚洲到产经新闻等众多知名媒体却都表示，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展开对华暗战，反对威权主义。甚至在会议上，菅义伟承诺对其他国家进行新冠疫苗的合格基础设施援助，也被日本太平洋岛屿协会会长小林泉认为是在拉拢维持关系，意在共同针对中国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菅义伟和日本媒体谁说的对呢？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称，日本政府表面上虽然否认与中国对抗的意图，但是却对中国的警戒感越来越强，因为中国正在加深和南太岛国的合作，所以日本对此感到十分危急，一直力图强有力地消除中国的影响力。而最近日本政府确实也被爆出了不少事，就比如日本政府的鹰派化，从菅义伟到岸信夫，以及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和金融大臣的麻生太郎，外加安倍晋三、甘利明等高层人士。从这一点，日本频频针对中国，企图使用对台称呼口误、购买凤梨和赠送疫苗的援助手段，插手中国内政。所以日媒的说法是真的可能性非常大。
说实话，太平洋岛国首脑开会，会议还在这种关键时刻举行，很难不让人多想。更何况在这场峰会上，除了日本以外，另外16个国家中就有图瓦卢、马绍尔群岛、帕劳、瑙鲁等4个国家并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。至此，日本打的什么主意还用说吗？就像日经新闻说的，意图阻挠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加强移动通讯合作以及港湾建设合作，通过增进联系，暗暗开启情报战。最后，菅义伟如今领头搞事，虽然计划被日本彻底揭开，但是咱们也不得不防，中国必须提高警惕。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态度瞬间大变，他们到底看了什么？美国带头求饶，这次是真想合作，还是又想使诈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，了解详情。近期以来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中国进行干扰，其主要的原因也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，去拉拢自己的盟国来对中国围堵。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的霸权起到了威胁，所以美国不断想方设法的遏制中国发展。但是最近这些国家的态度却变了，究竟是有何想法呢？据美国国家利益新闻网相关消息报道称，一名美国参议院公开发表文章，但是这位参议员的观点却和其他的美国专家的观点截然不同。他认为，美国当前应该和中国寻求合作，中国和美国一起谋划发展策略，才是当前美国正确的发展方向。美国目前的发展战略出现了重大问题，虽然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寻找手段对中国进行遏制，但现在的中国不像以前的苏联，并不是随便想几个小招数就能够对付的。该媒体称，如今世界各国不断发展，但是美国却还一直沉浸在单极世界带来的红利中无法自拔。可中国却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更加体系完善的超级经济大国，所以美国应该立马转变态度，寻求与中国在更多方面上的合作，与中国联手共同谋划，才是美国想要寻找的发展道路。但如果美国政府固执己见的话，必将惨败。与此同时，一向为美国充当马前卒、为美国卖命的英国政府，见到美国逐渐向中国开始低头，也立马转变了态度。英国媒体《泰晤士报》近日报道称，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向中国领导人发出了邀请，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出席在英国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。该媒体还称，中国的出席对这次会议具有重大意义。随后，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在一场演讲中也表示，伦敦金融城愿意提供40亿英镑来对中国正在快速增长的经济给予帮助。有军事观察分析人士认为，美国和英国无视先行情的行为，绝对是有自己的目的。美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阶段，所以开始寻求中国的帮助，才想着给中国低头。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在中国的帮衬下很快恢复稳定的话，美国必定还会翻脸不认人，又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打压。所以中国应该冷静分析原因，再做决定。而英国也是同样的目的。英国首相约翰逊把邀请的时间选在了联合国气候大会。近年来，伦敦气候不断上升，一直都是居高不下。英国选择在这样的场合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，是表明了英国想让中国伸出援助之手。但是现在的中国今非昔比，不是你想打压就打压，你想合作就能合作的。我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在世界和平论坛中也表示，如果想和中国合作，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诚意，良好的态度才是能和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前提条件。中国并不是好惹的，对中国一再打压，现在遇到困难又想和中国友好合作，合不合作还不是你们能说的算的。